两根电线怎么接到主线上面呢？你如果这样直接拧上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轻轻一拉就开了。即使你缠上胶带也是不行的，也是一拉就开，非常的不牢固。正确的接线方法呢，是我们先把这个线头给它剪掉，然后呢，分别把这两条线给它拨出线头，拨得稍微长一点，把这两条都一样，这个才是正确的接线方法。拨好线头以后，然后呢，分别把这两条线给它先分开，分成两股。然后插入到主线上面，右侧这个转半圈，左侧这个转一圈，转完了以后，然后把它拉到右侧来，这样呢逆时针给它紧密的缠绕到这个主线上面，这样一圈一圈的紧密的给它缠绕完以后，然后呢把右侧这直线再给它弄到左侧来，这样逆时针旋转，一圈一圈的把它紧密的都缠绕完。用这个方法接好了线以后，你来看下效果，非常的牢固，它也非常的抗拉。缠上绝缘胶带后，我们看一下效果，这个才是正确的接线方法。家里有这种报废的电饭锅线，千万不要扔，我们用剪刀把它剪开了以后，然后把它接在插排上面，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省电小妙招。这个方法呢，就是因为它特别好用，所以说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来看啊，我们把这个电线插头给它剪下来以后，然后呢，拨出里边的线头，拨出之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接在插排上面。你来看一下这个方法，特别的好用。你来看，拨出了以后，然后呢，你看我们就是用这边这个插头，然后呢，我们把它接在插排上面。接的时候呢，我们仔细看啊，这两条线我们给它需要接在插排的 L 和 N 上面，分别接上这两条线。你来看啊，非常简单，只需要一个插头接个插排，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省电的小妙招，非常实用。这个方法你看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我们有了这个小东西以后啊，像家里停电了，或者在户外没有220伏电的时候呢，也可以正常给手机来充电。而且呢，像角膜机、手电钻也可以正常使用。把它插在电动车上面，我们看一下，插上去了以后，然后插排上的指示灯它就亮了，亮的就说明它是有电的。然后呢，我们可以不仅可以给手机充电，我们来测试啊，然后再测其他的。你来看，插上手机充电器以后，给手机充电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吧？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角膜机。你来看啊，角膜机我们把它插在这个插排上面，插上来以后测试一下。你来看啊，打开角膜机开关，你看也是可以转的，你看也是没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手电钻。你来看啊，手电钻还是插在这个插排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也是没问题的。今天呢，我才知道原来在遥控器里面给它塞上一个塑料袋，它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功能。很多人呢都还不知道，它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不管是这种电视机的遥控器，或者是空调遥控器，都可以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我们来看啊，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塑料袋先给它拿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是先用这个空调的遥控器给大家做个演示。我们先拿下来一块电池，然后呢，再需要用2条线，把这条线呢，我们把它接在这个遥控器的弹簧上面，红色的线接在弹簧上面，给它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塑料袋这样放上去，然后呢，把这个弹簧给它隔开，然后我们再需要一条黑色的线放在塑料袋上面。接下来我们把这只电池再给它装回去，先把上面这条黑色的线给它挤住，挤好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把这2条线呢给它接在一起。你来看一下，现在遥控器上面就显示数字了，说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像平时啊，家里的电饭锅不通电了，或者电器不通电了，怎么检查这个线好坏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了。你来看，把这个插进去以后来检测一下，如果你看上面有显示，就说明这条线是通的，然后再来检测另外一条，如果上面没有显示，就说明是断的，不显示就说明它不通了。用它呢，不仅可以检测线，包括家里的电水壶、其他的电器通不通、坏不坏都可以检测。比如就检测电水壶上面的开关，你来看，我们把这开关给它打到开的位置，然后测一下这2条线，你来看一下，只要上面有反应，就说明这开关它是好的；如果没有反应，就说明这开关它是坏的。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是不是？哇，这个挺神奇。今天路过废品站，捡到一个好玩的东西，就这个小东西啊，我一眼就看出来它了，是个塑料的外壳，然后这个里边呢也是空的，
这上面是有4条线，2条红色，这边呢是1条红色，1条绿色。这个外壳呢是塑料外壳，看一下是个圆柱的，这边呢是个半圆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个电子产品啊。你看我这是专门是在一个电子回收垃圾这地方捡过来的。个头大小呢和一节锂电池稍微大一点，给它先接上电了，测试一下，看一下它有什么反应。把这2条红色的线给它先拧一下，大概呢给它先分开一点距离，不能连在一起了。然后呢，这边一个红色，一个绿色，红色的应该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正极输入，绿色的是负极输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反应？哇呀，这火壶拉的挺长，哇，挺厉害。用这个东西应该可以做个电蚊拍，做好以后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好用不好用。纽扣电池没电了不要扔，教你一个应急的好方法，只需要10秒钟就可以让它接着再用1个月，也完全没有问题。不管是这种大的纽扣电池还是这种小的纽扣电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们在给它恢复满电之前，先用表测量一下，看一下它有多少电。我们给它恢复完以后再做个对比。你看这块电池是1.1伏，这是一个3伏的电池，只剩下1.1伏了，说明它的电量太低了，根本不能用了。我们用一条手机充电线，把这小头给它剪掉以后，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2条线。把这头呢，我们可以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或者呢有充电宝也可以把它插在充电宝上面。插上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色的线接在电池的负极上面，红色的这条线把它接在电池的正极上面，就这样给它按压住以后，大概呢10秒钟就可以给它恢复满电。这个方法呢非常适合应急使用，平时家里的电池没电了，没有时间去买，想要着急用，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不管是这种小的纽扣电池还是大的纽扣电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大概10秒钟了，我们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充进去多少电。现在是2.98伏，说明这个电已经3伏了，刚才是1伏，现在已经给它充满了。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遥控器里面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用。你来看，完全没有问题是吧？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塑料件、塑料物品，上面有个窟窿或者是有裂纹，我们用个手机充电器，10秒钟就可以快速的给它焊好。用这个方法焊好以后比任何胶水都要牢固。这方法呢非常的简单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就是一个智能手机上面的使用的这种充电器，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我们呢把这个小头这边给它剪掉，剪掉以后呢里边是有4条线，我们呢把这2条白绿给它剪掉，我们只留下黑红这2条，然后呢给它拨出线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操作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呢找一条线，拨出线头以后，然后再找一支铅笔，在上面插一根铜丝，给它再套一个就这样的塑料管，套上以后，然后呢再需要一个就这样的细铁丝，我们把这细铁丝呢给它缠在这个塑料管上面，就这样呢给它缠完了以后，接下来最后一步我们直接呢就把这2条线给它接上。黑色的线我们把它接在前头，接2条线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条红色的线我们把它接在后面，就这么简单，一个工具就制作好了。插上充电器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只需要几秒钟它就可以加热了。我们呢把这个窟窿呢给它按下去，然后呢我们直接这样来焊接就行了。你来看，速度呢非常的快，你看是不是？我们呢只需要就这一个小洞，只需要呢10秒钟就可以给它补住。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你看，比任何胶水粘的都要牢固。用这个方法呢，什么样的塑料件坏了都可以用它来修复，非常的好用。原来用一个打火机这样修 LED 灯，修好以后和新灯效果都是一样的，非常的耐用，再用好几年它也不会坏。无论是这种灯泡还是这种灯，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多人在修灯的时候都是直接把灯珠给它抠下来短接起来，但是呢这样短接起来后不耐用，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坏掉了。那么我们用打火机给它完美的修复好以后，和新灯效果都是一样的，非常耐用，再用几年它也不会坏。像这些灯呢最容易坏的就是上面的小灯珠，所以说想要修好以后让它多用好几年也不会坏，我们就用打火机找一个报废的灯，在上面呢拆个小灯珠给它换上。我们使用的打火机最好使用防风打火机，我这个不是防风的，但是呢也是可以用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看，首先呢先打着火，在这个灯板下边这样不停的烤，先给它加热，
等温度到了以后呢，我们用这个镊子就可以把这个灯珠给它拆下来。无论是拆还是安装，都是用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我们看一下，现在呢立马就把这个灯珠拆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换在这个坏掉的灯上面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把它分享给你。在电钻上面装上一个内六角扳手，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平时我们可以用它做什么呢？你来看啊，像这个手电钻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前面这个夹头它就夹不紧钻头了。像这种问题怎么办呢？你来看啊，我们首先先把这个内六角扳手拿掉之后，然后呢，在它这个里面是有一颗螺丝的。我们在拆这个螺丝的时候呢，你看这个里面这个螺丝它是一个反扣，我们就是顺时针拧，把螺丝我们给它拧下来。这是个顺时针，就可以把这个拆下来。拆下来之后，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呢就需要把这个内六角扳手给它安装上。装的时候呢是这样装的，装好以后，我们把这个夹头先给它拧住，拧好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想拆它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拆，它根本是拆不掉的，因为里边的电机它是带轴连轴转，你听，连轴转的。所以夹头是拆不下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个锤子，然后呢敲击一下这个内六角扳手。你来看，这样敲完后，仔细再来看，这样呢就很轻松的把它拆下来了。你看这方法非常好用，是不是？这个呢就是用个内六角扳手就可以快速的拆这个夹头，再换个新的夹头就可以了。用一枚硬币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线穿到针孔里面。不管这个针孔有多小，也不管你是老花眼还是近视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1秒钟给它穿过去。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平时我们在穿针引线的时候，因为这个线前头呢比较软，也比较毛烘烘的，当我们把它穿进去的时候，非常的费劲，根本不容易穿进去。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个硬币的力量，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穿过去。然后呢，我们操作的时候，首先呢需要用到一个扫把。在这个扫把上面，我们给它剪下来一个扫把丝。这个扫把丝因为它是非常的光滑，也非常的硬，我们先从这扫把丝中间给它折叠一下，然后呢给它粘在硬币两侧。我们呢用个胶带给它粘一下，固定一下。粘好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穿针引线的时候，因为它比较硬是吧，也比较光滑。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穿的时候，直接一下就穿过来了，速度非常的快。你看。当把它穿过来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从这个里面给它穿过来，这样呢只需要1秒钟一拉就可以把这个线穿过来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用一个口罩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出家里的这些充电器到底它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充电器都可以用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看，比如就这个充电器，我们看插在这个光猫上以后呢，上面的指灯也不亮，那么到底是充电器坏了还是这个光猫坏了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像充电器呢，有的上面是带指示灯的，有的是没有指示灯的。不管上面是带指示灯或者是这种不带指示灯的，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你来看一下，我们首先呢把这个口罩从这边这个位置先给它用个剪刀，我们给它先剪开，剪开以后，然后呢我们把里边这个小东西给它先取出来，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快速的来检测。把这个小东西抽出来以后，接下来我们用打火机烤一下，两头都给它先烤一下，然后呢我们用它就可以检测。像这种带指示灯的或不是带指示灯的，都可以来检测。我们先来看这个带指示灯的，上面这个指示灯是红色的，是亮的。像这种红色指示灯亮的，也不一定代表它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也说不准它就是坏的。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指示灯不亮，那肯定就是坏的。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把口罩里边这东西给它拿出来以后，然后把它塞到这个插头里面。接下来我们这边呢，给它先接触到这个外壳上面，来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仔细看，如果接触上去后，这个指示灯灭了，松手就亮了，像这种充电器呢，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接上去后没有任何反应，那就说明是充电器是坏的。再来测试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没有指示灯的。没有指示灯呢，那怎么判断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还是把这个小东西我们给它插入到这个里面，因为上面不带指示灯是没有办法观看的，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仔细看一下，给它先清除一下，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火花。如果有火花，你看有火花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没有火花，就说明它是坏的。
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钻头上面给它套上一个螺母，不管多厚的槽钢或者是这种不锈钢，都能很轻松的把它一口气打透。就算呢一口气打很多孔，也不会烧坏我们这个钻头。你看我这个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钻头，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一下这个方法它到底有多好用。我们看，首先呢我们就准备一个这样的普通的螺母，先给大家来演示打这么厚的一个槽钢，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打这种不锈钢。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呢就是操作的时候啊，我们先找个胶带，把这个螺母给它先固定一下，就这样给它先固定到这个槽杆上面。然后呢，你来看，接下来再需要用到一个棉签儿，在上面把这个棉花给它转下来，主要就用这个棉花。你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啊，一口气打很多孔也没问题。这样处理完以后，接下来在这个棉花上面给它滴点缝纫机油，或者是一些废机油都行。这个机油呢，可以起到一个散热的效果啊，可以起到个润滑散热的效果，这样呢就不会烧坏钻头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这个孔，你来看一下，一口气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打透。看，打透了是不是？我们看一下钻头，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这钻头呢也不会特别烫。一口气打很多这样的孔也不会烧坏钻头，包括我们打这样的不锈钢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找胶带头的一个方法，我们只需要用个铅笔啊，几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这个方法呢特别啊，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眼睛花了找这个头啊就非常的困难，而且呢就算没有指甲也可以啊，几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找到上面的头。你看一下这方法呢它到底啊有多好用。我们来看，就用一个普通的铅笔，然后呢，我们在找头的时候呢，就这样不停的在这一圈上给它划，这样呢只需要划一圈啊，最多划一圈就可以找到上面的头。你看一下，这个方法呢非常的方便，还特别好用。你看划到胶带头的时候啊，会有一个顿挫的感觉。你来仔细看，我们呢就从这儿就可以发现胶带的头就在这个位置，你看比较顿挫的感觉。然后呢，也可以清晰的看到胶带头这个位置啊，是铅笔啊这样给它划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痕迹，你看，这样画完以后，上面这个胶带头位置就找到了，非常清晰，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样直接就可以把胶带撕开了，是不是？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看到吴师傅啊，从网上买了一块功能又多又好玩的腕表，我呢看到之后啊，没有忍住手痒痒，然后呢，我也花了438块钱买回来一块。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品牌是中意电测。这个型号啊是一个 ZT5566S， 它是一个升级版本，它以前的老版本是5566。现在呢，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这是一个使用说明书，然后这是表笔，这就是主机了。我们把它拆出来。包装还是挺不错的。这是一个台式机腕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外观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在它这个背面是有一个 power 键，这是开机键，我们给它开机来看一下。开机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上面是有2个屏幕的，这个大屏幕呢就是腕表的测量屏幕，然后旁边这个小屏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儿它是功能比较多，它是可以检测室内温度。然后这个电量窗口有多少电一目了然，然后这儿是时间，这儿还有个蓝牙的标志，它是可以通过蓝牙来连接手机的，在手机上就可以显示出腕表测量它的实时监控情况。这款腕表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像普通的腕表它的所有功能它都是具备的，普通腕表没有的功能它也是有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包装上面这个标注啊，它不仅可以支持电压、电流、电容、风鸣档、欧姆档，是吧？像这些都是普通腕表必备的。然后呢，像下边这几项普通腕表都没有了。我们看一下，它可以支持音乐，是吧？可以放音乐，因为这是一个蓝牙音响式数字腕表。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维修，实际上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儿是可以设置闹钟的，它也是带这个数字时间的。然后呢，我们看它也是支持温度的，室内的温度都是可以检测到的，支持蓝牙，看到没有？然后它的显示上是个4位半的，这儿也有显示，是吧？腕表当我们在不使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一个待机的模式。
待机模式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当前的时间，小屏幕显示的是室内的温度，然后这儿显示它的电量。我们随便按任意一个键就可以把它给唤醒，现在就唤醒了是吧？然后我们再看这儿还有个标志，它是可以带语音说话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腕表后面啊，这几个按钮，这个按钮它是可以调节温度的它的显示单位，然后上下这两个按钮我们看一下，它也是可以调节这个屏灯它的亮度的。我们点开看一下，现在你看变暗了是吧？可以把它调到最亮，现在就亮了。然后呢，我们再看这后边，这个就是可以设置闹钟的按键。在它的背面这儿还有个小孔，这儿写个5伏2安，它是一个可以充电的腕表。这条线就是内部带的充电线，没电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充电，也可以一边充电一边可以使用，都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这儿是一个电池盒，它内部采用的是2块18650锂电池，它的容量还是比较大的，都是2000毫安的。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2000毫安18650锂电池，这个电池是非常耐用的，然后它的待机时间也比较长，它不像普通的腕表都是用这种一次性的电池，这种电池是非常不耐用的，需要经常更换，也比较麻烦。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没有电的情况下可以给它充电。使用腕表的时候，它也是可以支持蓝牙 APP 的。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个电扭这软件，只要把它给打开，然后呢手机也打开蓝牙。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软件的界面，有4个蓝牙，它就有4个窗口，它可以同时支持4台这样的腕表。我们把它给点开，点开之后呢，它就可以实时的显示腕表它的数据，监测出来的这些电压这些数据啊，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保存到手机上面的。我们可以自己命个名字，然后保存起来就可以了。在我们维修的时候，可以检测这个电路板或者这个电器它这个电压的一些上下的波动。实际上这个功能确实很不错的。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腕表来测量一些东西，来看一下它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腕表它这个表笔，这外观还是比较粗的。表笔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插头啊，和普通的腕表插头是不一样的。这个黑色的这个插头外观它是一个金属的，然后还有这个表笔，我们来看一下，黑色的这个表笔上面是带个按键的，它这个功能实际上也非常的不错。等会儿我们测量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使用情况。然后这个测量的时候，这个保护这个我们不用的情况下，可以把表笔这个保护套给它拽掉。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表笔给它插在腕表上面。现在我们测量个直流电压，这个档位呢，我们看这一个按键它可以切换2个档位。现在就是 DC 就是可以直流，然后再点是交流。我们测量个直流。现在这个直流电是 5.116 伏。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笔上面的按钮，我们给它按一下。直流电压 5.117 伏。它是可以语音播报的，然后这个声音小的情况下也可以加大声音。我们看下这个红色的旋钮，正时针旋转，它是可以加大音量的。加大以后，我们再试一下。直流电压 5.117 伏。这个声音就比较大了，是吧？腕表它的音质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显示这个数字值和手机上显示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再测量一下电容，在这儿选择电容档。10.73。10.71微法。10.71，这个是个10微法电容。我们再用腕表的欧姆档来测量一个4环电阻。我这一个是22欧的。22.13欧。现在是22.005，这还是比较精确的。4环电阻它本身是有个误差的，有一些是1%，有一些是5%，这属于一个很正常的情况。腕表的精确度还是挺不错的。腕表上面这些按钮啊，都是多功能的。来看，这些都是一个按键2个功能，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也是一样，包括这个也是好几个功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档位，这个是个二极管档和风鸣的档。我们点一下之后，显示这个符号它就是风鸣的档，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点一下，
这儿就变成2极管档了，这是测量2极管使用，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当我们修东西的时候，特别枯燥无味的时候啊，也可以来听听音乐，来解一下这个放松的心情，是吧？我们可以放个歌曲啊，因为它也是个蓝牙音响，是不是？我们打开一个放歌曲的软件。在角磨机上面放上一块胶皮，不管这个螺丝拧得有多紧，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拆下来。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平时呢很多人遇到这种诈骗爆骗的，当把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的时候，特别的费劲。遇到这种问题呢，很多人头疼，因为拆不下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个胶皮就可以了。这个胶皮呢，就是可以从一个自行车带上面弄个胶皮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非常好用。你来看，我们首先把这个胶皮给它先从中间剪开，剪开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压板螺丝给它先拆下来。我们看啊，先把这螺丝拧下来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螺丝帽给它放在胶皮上面。我们呢用个剪刀，按照这个螺帽这一圈，先把这胶皮给它剪下来。剪下来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胶皮再给它折叠一下，从中间这一块给它剪掉，这样呢，一个胶皮垫就出来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胶皮垫给它放上，然后呢，再拧紧这个压板螺丝，这样我们在拧紧的时候，不管这个压板螺丝拧的有多紧，等我们拆的时候，也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拆下来，因为这有个胶皮垫，它会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你看，这样拧紧后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把电水壶里边的水垢怎么给它清理干净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自动把这个水垢给它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和新的都是一样的，非常的亮。你看这个电水壶周围包括这个底部水垢非常的厚，非常的多。像这种呢，我们在清理的时候非常简单。这个方法我们呢就是用点这个白醋，给它先倒点白醋，用这个方法自动清理，非常好用。你来看给它稍微倒点就行了。倒完以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就这样轻轻的摇晃它，过个2-3分钟以后，它就会自动把里边的水垢给它分解开。因为这个醋是酸性的，水垢是碱性的，它们两个在一起就会起到一个中和的作用，自动就可以让它脱落。如果水垢特别厚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给它再加点水，然后呢再给它加白醋，两个给它结合在一起。水烧开了以后，先不要打开上面这个盖子，先让它焖个20分钟。然后呢，我们打开盖子再来看一下，你看这个里面非常的干净，是吧？我们把这个水都给它倒了以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上面的水垢自动都清理干净了，是吧？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把它分享给你。给大家分享一个只需要2秒钟就可以快速拆米袋或者面袋的一个方法，只要记住这句口诀，2秒钟就可以立马把它拆开。这个方法呢，要比用剪刀拆的速度还要快。你来看这句口诀呢就是单线朝我。你看这线呢，这一面这个线是单线，然后另外一面它是双线。单线朝我就是单线朝自己，然后呢从右往左拆。那么我们就是看这边是右，这边是左，我们就先从右往左拆。拆的时候呢，你来看这边是有个线头的。如果有剪刀呢，我们用剪刀从这根部直接给它剪断后，这样呢两边一拉就可以快速把它拉开。如果没有剪刀，那我们可以直接用手在这边呢给它先拆开一个扣，
把这一个扣给它拆开以后，这样的一拉就可以立马把它拆开。你来看，拆开这个扣以后，仔细看，就这样一拉就可以开了。你仔细看，是不是非常容易，是吧？看，轻轻的一拉就拉开了。我们仔细看，速度非常的快，看拉开了，是不是？而且呢，这个带子也是完好无损的。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啊。